每日未到11點，位於汕頭烏橋嘅三元飯堂門口都會排起長龍。好似人係護，人係條巨呢，無端啊，人係保護到，你呢啲叫做保護到。每天都會有肉啊？有人就愛去上海當名，我名知嘅。細細嘅鋪頭，蕭毅同義工正喺灶台嗰度忙緊。呢個係一間特殊嘅飯堂，冇固定嘅廚師，冇固定嘅菜式，但係就係附近一啲老人每日固定嘅去處。雖然叫三元飯堂，但就分文不收。有一次，我們朋友之間遞煙嘛，煙比較貴，3塊錢一根。那我說，其實你抽一根，我抽一根，6塊錢就可以做一個飯盒，幫助別人。作為三元飯堂發起人，蕭毅係喺做公益嗰陣產生咗開辦免費飯堂嘅衝動。有一年過年去老人家裡送米跟送油嘛，有位眼睛看不見的老奶奶，桌上的那個飯已經發霉了，但她看不到，她還在吃了。那我覺得說，給他們米跟油，還不如就每天在我們方便的情況下，給他們煮個飯送過去。從2016年開始，三元飯堂每日為附近生活困難嘅孤寡老人、殘疾人等提供免費嘅午飯同晚飯。9年嚟，送出愛心飯盒幾十萬份。免費午餐喺呢度成為咗現實，唔方便嚟攞飯嘅義工陳麗英會送上門。冇啱咪，買走下，買走下。即係，多人係有人，人係無人，伊做就嘅啊，做就做話，點知上晚啲拉伊拉冇去，即係感觸嘅，即係即係就冇咩嘅。咪平時都有直落嘅，能冇得打升打潮。係好似係就驚天啊，點呢十俾嚟就我唔知住個，即係好即係。攞粒盡量熟。呢家我去呢，值咩集晒，值咩真係集貨。從最初一日提供20-30個盒飯，到而家每日200-300份，有時一個月嘅食材費就已經將近7萬。為咗降低成本，蕭毅往往會選擇凌晨去批發市場度採購。40歐。其實10斤幾好啊？大家點？我選下啦。青零幾多錢？俾我咯。冇拿5米雞就10米雞啦，要煲就扔咗嚟煲嘛。介嗰就跳改善掛式生活嘛。人家兼職先生冇就馬的當潮在就改善生活啦。死鮑魚才會硬，新鮮的鮑魚不會硬的。很多老人，你像蛋糕啊、鮑魚這些，他沒吃過嘛。本身這個東西又不貴嘛，你讓他們試一下。食物的意義不就是讓每個人都嘗一口嘛？我們過年煮盆菜是有龍蝦的，但是我們給不了很多，每個人吃一口。喺諗辦法令老人食飽食好呢件事上，蕭毅樂此不疲。輪班嘛，所以我負責下半夜嘛，廚師他們負責等一下煮飯嘛。反正這個事情你開心你就去做嘛。喝酒它也是一種快樂，旅遊也是一種快樂，對吧？你可能你幫助別人，人家跟你說謝謝，真的也是一種快樂嘛。只是大家得到快樂的方式不一樣嘛。除咗工作，蕭毅大部分時間都貢獻咗俾三元飯堂。好在咁多年嚟，佢從未孤軍奮戰。而家飯堂有咗5個常駐義工，曾經嚟領取盒飯嘅劉姨就係其中之一。每朝7點，78歲嘅佢會第一個到。我出了冇意思，我就嚟下我哋冇嚟嘅你少水，冇嚟少水。而家我是唔敢叫咯啊，我嗱妹我家己嚟嘅你少水，你就讓佢做起嚟。現在我媽都窮對你，你佢能直接定我知道，我都冇事做。我嗱時間你夠不夠？再給你一個。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嗎？好多人會叫蕭毅做蕭總，將佢當成領隊，但佢睇嚟，三元飯堂堅持咁多年，係有賴於一個個義工默默嘅付出。
丁風係飯堂廚房嘅主力，無論咩食材都可以輕鬆駕馭。中秋嘅硬菜鮑魚炆豬肉，搭配新鮮蔬菜，色香味俱全。備菜、煮飯、打包，義工持續接力嘅身影喺窄窄嘅通道裏面流轉。好，這些物資就留給老人，物資留給老人啊。別拍我呀！拍他們，拍他們。今年默默堅守9年嘅三元飯堂喺網絡上受到咗前所未有嘅關注，每日送物資嘅人多咗起身。令人意外嘅係，曾經喺呢一度領飯嘅老人喺賺到錢之後，都會買食材送過嚟。人心肉長的嘛，你對他好，他真的會對你好。像那個白頭髮那個大叔哈，他雖然沒有經濟收入啊，他沒有其他能力啊，但他路上看到紙皮啊、塑料罐，他撿過來給老姨賣啊。大家在自己能力範圍內能去做一些幫忙別人的事情啊。中秋佳節，烏橋島一直都有拜月娘、賞月嘅傳統。蕭毅同義工團隊將老人聚埋一齊，熱熱鬧鬧過個節。啊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你們自己拿哈。對好多空巢老人同喺異鄉揾食嘅人嚟講，三元飯堂提供俾佢哋嘅唔單止係果腹之物，更加係一種勝似親人嘅溫暖。來吧，這個肉的。哎呀，照顧到位就行。好，哎，你們這吃好我就開心了。30年來這裡嘛，今年太開心了，雞肉、鴨肉、海鮮太豐富了。我們家人都想不到，你們都能想到了。古往今來，圓滿從來都唔係天跌落嚟，而係源自有心人點滴嘅積攢同經營。正如碳水對於生命，最珍貴嘅唔係錦上添花，而係雪中送炭。快樂！製作碳水，老廣天賦異品，搓圓撳扁，成粉變飯，出盡百寶，無懼煩難。南海九江鎮地處珠江三角洲西緣，河涌交錯，魚塘星羅棋布，豐富嘅水資源孕育咗繁榮嘅水產養殖業。九江係中國加州蘆之鄉，國內嘅加州蘆魚苗每10條裏邊就有6條嚟自九江。幾間照？撳緊計算機嘅係地地道道嘅九江人關東權，大家叫佢東哥。6775，今日割咗，估計又16000斤到啦。裝泵啊 ？O 唔 OK 啊 ？A 貨，認住光頭佬啊！應該養咗咁多年魚，今年係差唔多最好嘅一年㗎啦，算大豐收。東哥專業養魚33年，高中畢業之後就決定做呢行，但爸爸強烈反對。開機耕種尋死路啊嘛！洪阿媽借咗2-3萬蚊，我開始起家嘅。其實養魚揾唔到快錢，只有唔夠一步一個腳印。800年前，南海九江係桑基魚塘嘅發源地之一。由於養蠶嘅經濟效益下降，呢個產業已經逐漸消失。隨住養魚事業越嚟越順，東哥開始着手自己嘅另一個夢想。呢度係桑膶，桑膶咧一般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。咁呢啲桑葉咧就要嚟餵蠶嘅。東哥自細喺桑基魚塘邊長大，對其中一道美味佢特別記掛。當然，更重要嘅係復現養蠶體驗，喚起大家對呢種傳統生態模式嘅記憶。得啦，多得滯啦，佢一係你攞去可以啦。桑咧就用嚟餵蠶。蠶食咗啲桑咧，留低啲蠶屎咧，要嚟餵魚。啲魚食咗之後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，形成咗一個毫無污染嘅生態鏈出嚟。
所以就叫做桑基魚塘。進入50期嘅蠶 BB 會瘋狂咁進食，為吐絲儲備營養。1個星期之後，蠶 BB 嘅身體會變成透明，排嘅蠶沙會比之前大1圈，仲可以見到未消化晒嘅桑葉渣，咁就意味住佢準備吐絲結繭啦。準備結繭之前咧就唔食桑乜滯嘅，靚嗰啲蠶咧就有浸油嘅，發光嘅。呢個轉晒白蠟色啦嗱，呢個又熟啦嗱，放咗落去等佢結繭啦。喺繭裏邊，幼蟲逐漸發育成肥嘟嘟嘅蛹，身體結構發生顯著變化。呢個時候慢慢形成咗一道獨特嘅風味。蠶蛹富含蛋白質，緊實嘅肉質，帶住奇妙嘅堅果香味，係食家眼裏面嘅好餸。今晚嘅主廚係太太阿爽，主打花旦係自己養嘅竹身蠶蛹，降火嘅桑葉，劈聲嘅紫蘇，提味嘅蘿蔔潤同增香嘅辣椒仔已經提前備好。想令蠶蛹更加香，有個小秘訣，就係先細火將蠶蛹嘅水分煎乾備用，然後重新熱鑊，落配料爆香，再將之前蠶蛹倒入去猛火急炒，鮮香氣就即刻湧晒出嚟。蠶蛹嘅金黃焦香，表皮香酥，內裏鮮嫩，搭配甘甜嘅蘿蔔潤同清新嘅紫蘇，鹹甜之中帶少少辣，餸飯啱啱好。蠶 BB 中意食桑葉，老廣都中意，而且食得仲刁鑽過蠶 BB，淨係攞啱啱生出嚟嘅桑潤部分。一陣用皮蛋、瘦肉咁滾嘅咋，起鑊咯。但對老廣而言，最中意嘅仲係上湯桑葉，焯水去澀味，撈起擎乾，將皮蛋同適量清水放入去，滾2-3分鐘就可以食得。桑葉嘅草木清氣比枸杞葉要濃少少，入口細軟。靚女，今日大豐收啊！捉咗2條鱸魚翻嚟加餸。可唔可以咧？清蒸啊！哦，清蒸啊！咁我去搞掂佢先嚇。好。喺九江，加州鱸嘅食法多過20種，但阿爽最中意嘅仲係原條清蒸。出鑊嗰陣再淋埋蒸魚豉油，呢個係對鱸魚嘅最高禮遇。細個嘅，下條兜。今日嘅晚飯有特殊嘅意義，因為仲有3日就到九江鎮嘅大喜事。東哥特登叫啲兄弟去屋企開動員會。老廣講究意頭，東哥叫咗生魚片，要攞個彩頭。撈嗰陣一定要講句吉祥話。係啊，碟鹹粽啊，好靚呢個鹹粽啊，我好先啊！飲波飲醒酒啊，越嚟越多好朋友，係咪啊？養魚係東哥嘅經濟基礎，復現桑基魚塘係個人理想，而扒龍船就係身為一個九江人嘅精神追求。九江嘅龍舟賽與眾不同，佢唔係端午，喺國慶搞。大賽在即，起龍係第一步。東哥同一班兄弟喺炮仗聲中齊心協力，喚醒300幾年嘅老龍船。以前裝船咧，呢啲釘咧就入咗好深嘅，即係喺裏邊嘅。但係而家咧嗱，全部突晒出嚟。幾百年嘅老龍，呢度歲月流就痕跡啦。為咗爬龍船嘅傳統可以代代相傳，東哥覺得細路應該自細上船體驗。啱先潑水得啦，潑水啫嘛。喺九江，國慶龍舟節嘅熱鬧程度甚至超過咗春節。當地人話呢個咪就係九江佬過年啦！一隻隻五彩繽紛嘅龍船喺河道裏邊招搖巡遊。
各隊注意，預備！一聲號令，龍船箭咁飆出嚟。東哥喺船尾掌舵，根據兄弟嘅加速控制住龍舟嘅航向。隨住最後一掌落嚟，團隊失之毫厘，只係得到季軍。激烈嘅比拼暫告一段落，但打氣嘅龍船飯先至啱啱開始。東哥唔服輸，決定明年再戰。而家為美食與兄弟不可辜負，象徵龍歡鳳醉嘅九江醉翁雞，寓意紅紅火火嘅燒肉拼盤，美美都係意頭菜。盛夏7月，又到咗一種特別果實嘅收穫季節，一粒粒掛滿咗枝頭，搖搖欲墜。大家行喺路度，經常會收穫從天而降嘅驚喜。哇，真好多啊！未做處理嘅人面果清脆欲滴，上面嘅雀斑係陽光錫佢嘅印記，但食起身就好酸澀。當果漿喺口腔度炸開，酸味四濺，令人打晒冷震。喺乳白色嘅果肉下，竟然收埋咗張人面，呢個騎呢樣令佢起提人面果嘅稱號。喺四會當地就叫佢銀臉。自細喺石寨村長大嘅黃秀群，對製作人面果好有心得。阿嬸整人面醬喎，係有，我會10樽咯。自製嘅涼果同果醬好受歡迎，村民都會過嚟預訂。人面果樹易種難收，10棵樹裏面有1棵結到果就算唔錯。從種落到收穫，起碼要等10年。但只要掛到果，就基本上年年都有得摘。今年後院種咗13年嘅樹，終於要開始結果。先生同個女嗱嗱聲上樹摘落嚟，試下頭啖先。夠未啊你 OK， 好快啦我哋。新鮮嘅人面果自帶清香，用刀輕輕拍碎，加食鹽醃10分鐘，用純淨水洗乾淨之後，再加食醋、砂糖、芫茜、小米椒，酸甜辣香撈埋一齊，一味消暑開胃嘅夏日限定美食就搞掂啦！媽，我整好咯，攞啲俾你試下，嚟啦，你試下睇味道如何？加轉頭落去，我哋更好食。哦，係喎，我冇諗到。好，咁我再加啲蒜頭落去。石寨村早喺500幾年前就開始種人面果，有住人面果之鄉嘅美譽。而家村裏面有118棵古樹，最老嗰棵高齡500歲，身高21米，掛果可以達到500幾公斤。自己種嘅頭稻果澀味偏重，遠遠達唔到群姐嘅要求，於是佢將目光放咗喺100年古樹嘅果上。但村裏面規定，只有喺拍賣會上中標，先至可以採摘古樹嘅人面果。而家開始投票。村長話音剛落，競拍嘅村民已經開始出價。300，仲有冇人嗌啊？成交。村裏面嘅人面果獵人黃師傅最終中咗標。黃師傅即刻宣示領地，佢用竹籮同自製嘅竹鈎，好似蜘蛛俠咁靈活咁穿梭喺茂密嘅枝葉裏邊。因為日照充沛，樹頂嘅人面果更加大隻。黃師傅要避開脆弱嘅枝幹，揾到着力點，繼續向上爬。採摘嗰陣，勾住人面果嘅動作要小心。如果唔係一跌落地，啲果就會碎裂，賣唔到好價錢啊！
16、17歲就銀鏈啦。人工摘佢就唔裂咧，如果係多落嚟嘅爛嘅咧裂咧。而家邊度有年輕人上啊？呢啲古樹又高又難摘啊！落銀鏈啦！甚至群姐性急，睇住數量差唔多，黃師傅就打通咗電話。你過去攞銀鏈喎，我摘銀鏈翻嚟喎。哦，好啊，摘好啦，唔該你嚇。OK， 咁我轉頭過嚟啊。 7個人先攬得住嘅人面古樹根深葉茂，所產嘅人面果酸中透甜，回甘快，魚味特別悠長。揀啲靚嘅俾我啊！揀啊揀！我哋要買幾多斤喎？有咁多買咁多咯。精挑細選到中意嘅人面果，群姐心滿意足，準備開始製作佢嘅拿手果品。脆弱嘅果肉令人面果嘅儲存變成咗一場同時間嘅賽跑。喺廣東最常見嘅製作方式就係做涼果同醃製成醬。石寨村好多人家都識做人面果，群姐諗住等個女都學下。啲果清洗完之後加入石灰水，咁樣人面果嘅澀味就會被褪去，果皮都會變得柔軟細膩。 媽，咁呢啲銀面浸灰水要浸幾日啊？浸2天時間就可以啦。哦，好。時間一到就要洗乾淨，如果唔係會影響涼果嘅口感。浸完嘅人面果稚嫩嘅青色褪去，變成咗黃褐色。白醋同豉油係醃製人面果嘅黃金拍檔，同醋按1比1嘅份量放入樽裏邊。 確保醋香可以滲透果肉，鎖住果香，再加入適量嘅白砂糖之後封罐，最少3日成禮。用豉油醃製嘅話，都係一樣做法。好得啦，2、3日可以食得啦，玲。好嘢。醃製好嘅糖醋人面果，表面折射誘人嘅光澤，酸得鮮明，甜得清爽。 而深褐色嘅豉油人面果口感亦都唔單調，果香同醬香激烈碰撞，鹹味打底，幾種口味通透伶俐，令人消暑解熱。為咗留住應季嘅鮮，群姐決定等屋企人最中意嘅人面果炆鴨限時返場，揀120日嘅麻鴨，切塊之後同薑蒜一齊翻炒。 直到鴨皮炒到變成金黃色，就可以加入蠔油調味。冚蓋燜10分鐘，鴨肉喺鑊裏邊吸收醬汁嘅精華。煮銀鏈煮鴨，夏天可以燒製，大人細佬都中意食。鑊蓋一揭，香飄4日。人面果帶住醃製後嘅香甜，最後入鑊。 大火爆炒收汁，鴨肉吸飽人面果獨有嘅酸甜味，帶住奇異酸香，直衝天靈蓋，爽啊！今晚群姐仲準備咗一味隱藏美食——秘製人面果醬。佢揀咗脆嫩嘅人面果，拍碎去核備用。拆開佢，揀咗啲核之後，就要剁油就得啦。 熱鑊之中，豬肉嘅油潤、紫蘇嘅清新同辣椒嘅熱烈，釋放出誘人嘅香氣。跟住人面果跳入鑊度，等果皮炒到微微炒起嗰陣，加入面豉醬。可以上碟啦，好香甜啊！俾啲人俾你試下。好啊，好啊。本來味道豐銳嘅人面果喺面豉醬加持下，多咗2分順口柔和，令到豬肉香。 又唔漏。銀鏈醬嚟啦，開飯啦！食飯咯！好，食飯。我撈飯最正，最開胃。哇！今日煮嘅銀鴨比以前都好好多喎，真係。你哋俾人試下。哎呀，係咪好食啊？孫仔食到人生第1啖人面果嘅味道，酸到皺晒眉頭。喺天倫之樂嘅時光。平日寡言嘅群姐展露出溫柔嗰面，
酸中帶甜，劫後回甘，千帆過後，剩低嘅都係好日子。食物生長於大地，人都係咁，喺喧囂中耐咗，泥土嘅味道變成心中深深嘅眷戀。老廣明白，美食係自己同大地嘅臍帶，對土地牽掛嘅人